啊，是的，已经看出来了啊，又装了违禁品了。这老，但是买不了这个。我们现在来到了印尼的古董市场啊。对，听说有人曾经在这里淘到过中国明代的瓷器。那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淘得到啊？走，这边好多东西都是一些老的物件啊。对，但是有些我们也看不太懂，比如说这种印尼的老木雕，然后对它的价值其实我们不太懂。然后我们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这种老瓷器。看到一个这个还感觉应该是个老瓷器吧，张荣春号，是一个商号的名字啊。How many years? Maybe 150, 200. Guarantee. 信誓旦旦的还这个不精致啊，对，感觉不精致，不好看给那个缠枝莲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我终于看明白了，微波炉专用。不是永乐年制，对，就是仿古的这些瓷器。就是估计这个平时这条街哈，可能印尼人他们本身对这个收藏之类的玩意儿可能也不大感兴趣，可能印尼人来逛的就特别少。一看到有我们这种外国游客来了，这些老板都特别的热情，生怕我们从他店里头空手走出去了。这个老板特别热情的招呼我们进来啊，像是有好东西要展示给我们看。是君窑啊？什么窑？钧窑。钧窑。哦，看来老板也有研究啊。有句话怎么说来的？腰缠万贯，不如钧瓷一片。这个东西比较新啊。You have that 送，送不到那个地方去呀、不到送啊，这个一看就是新的呀。看我在这儿发现了啥？这是珊瑚吗 ？So this is from. This from just here. It's really? Yeah. 看这珊瑚里面嵌着一个瓷器啊，底下还有个杯子。这是不是水泥糊的呀？看着像水泥糊的一样。这些老板啊也是大忽悠们啊，张口就来，只要看到你对瓷器感兴趣，你问他这个瓷器是多少年的，张口就是200-300年啊往上。其实这个本身这个事情也是有事实依据的，因为明朝的时候郑和下西洋嘛，就航线上就有这个爪哇国这一站。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呢，也陆续的，就是现在印尼的这个国土范围内的很多地方跟中国都有那个商贸往来，所以说，在这边能发现一些啊中国的老的瓷器，也不是什么很稀罕的事情，是有这种历史背景，有渊源可以去追溯到的。这不又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吗？啊，这个用石膏粘上去的吧？这个。So this from sea? Yeah, from the sea. 哦，那中国制造，这哥们儿他估计他不懂这个东西啊，中国制造这个。This is old, yeah. 你看这个都是一个，这个中国制造都是一个简体字啊，是明显的就是近代的。It's from sea. Song maybe. 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挺真的，看起来啊。真的。这个粘不上去的，你知道吗？这个。应该是挺真的，就是已经贝类附着在上面。这些所谓的这个釉面这一块的基本上没有了，就因为腐蚀了海水啊。这个看起来是确实比较古朴的，但是已经没有什么欣赏价值了啊。对，但他们家主打的就是一个海底发掘嘛，爪哇和那个苏门答腊中间的那个海峡那个船翻覆了啊。哎，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老板这故事听起来还是让人一愣一愣的，是不是感觉没啥宝贝了？就是有可能淘宝的人特别多啊。对，就没有什么一眼看上去看得上眼的东西。那些所谓的从海里头来的，其实我们也摸不准啊。很多东西呢做的那种假，我认为叫假哈，那种假的这种程度就是做的比较拙劣。对，关键是好的东西哈，好多家都一样的。这个看上去这个底配有点老气啊，这个你觉得老吗？在瓷器当中有一种作假，就是老底啊，新的这种叫新烧，就是用底子来接在这种新的料子上面，然后再进炉子里面烧了之后出来的那种东西。做旧对手段，造假手段。对。所以说这些东西的话，有的时候摸不准。这小盒有点古老的感觉啊。他说是象牙吗？对，他说这个是象牙的，哎，就对。啊，是的，已经看出来了，这十字纹，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啊？还挺古色古香的这个小盒。是的，这不知道装什么的啊。So how many years about it? Maybe 150. 150? 150年前，正好是清朝时期。
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抽大烟的年代，估计是啊，放烟膏的东西啊，又装了违禁品的，估计啊，这是象牙材质的，这个是紫檀的啊。这老，但是买不了这个。我们现在又进入了新的一家啊，看见这家老板有些啥货，来了泡沫包起来的。哦， This 200 year. 和泉啊，好像是和泉的意思，是不是？可能是一个民谣的窑口。他说也是来自于海里头的 This Kalimantan. 啊。有裂痕啊。不是裂痕，那就直接是破掉了。这个粘起来他拿了一个胶布粘起来了。Oh, dollar maybe $90. 其实不贵倒是不贵，但是它民谣的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的好看啊。已经就是失去了它的那种正常的观赏价值了。同时它又是个民谣，所以它价值其实没有多大的。借来的，这应该是邻居隔壁家借来的一个。200 year. 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又来了！哎，这200年的东西都还挺多啊！又来了，又上新货了。哎，老板觉得我们这好不容易来个中国的傻子，这个画的好粗糙啊！对，这个很粗糙，这个像是小孩画的。哎，这个还挺特别的啊！你看，你看这个，你看它像个荷叶一样啊。然后这个柚子，哎，感觉比较温润的这种，但是这上面有几个字儿啊，我们看不懂这个。不是微波炉专用就行。不是微波炉专用。对，这个来做陈设其实也挺好看的啊。试着问一下。So how much? This is 250 US dollar. 1000多。1000多块钱。You know 啦，You know I'm ticket. I know, I don't know. 啊，老板也在这里拍你的彩虹屁。拍彩虹屁了。我回他一个价格，是不是要被打 How much? How much do you? $50. This is new. Not really. Not really new. 老板开始松口了，你发现没？刚开始说它很老，现在就说不太老。Not more 200 years. Not more. Not 200 years. Small. 松口了，刚才不是这样说的。You I think think medium. 100 maybe? Yeah. Yeah, You maybe. think maybe? You are professional. Yeah, I know. I know. You're professional. Yeah. No, I don't. 还吹上了呢，互吹，商业互吹。好的，50 300， Okay. 成交啊，57 350块钱。尴尬的是，最后我只有55万之后，我问他能不能刷卡，他说不能。现在因为后面没有，对，变成200多了。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像一条腿儿似的。这就是那个巴布亚野人，男性，他们穿在下面的。对，就是那个。大爷现在正在给我展示的就是巴布亚食人部落里头的用的一种器具啊，是这样用的啊，就是这样用的。展示一下，就是这样用，这样用的。哎，you show me，you show me， 这一说你看。咱们文明人都羞于启齿。Like 很难说它是一件衣服啊，但它确实就是相当于对这个原始部落人来说，相当于是一个衣服的作用啊。这里不仅有瓷器，还有一些老钱币啊。钱币这东西水太深。琉璃珠，以前在中国呀，包括西亚呀、非洲啊，很多地方都有流行啊。他们一度被用作贸易珠，然后可以用来交换东西的，就是说它其实本身是有一定价值的。现在存世量也挺多的。这是青花瓷的瓷砖，特别厚，比我们现在用的瓷砖要厚得多。我们之前在伊朗啊、中东很多国家也看到过有这种，就是小面积的挂墙上做装饰用。就有的老板你感觉到他其实本身并不太懂瓷器，但是他懂忽悠啊，他懂营销技巧啊。对你说，哎，这个有多少年了？哎，他感觉你觉得这拿不准是吧？那就行，那 maybe 100年、200年，基本上都是200年、200年、300年，就是这么跟你说。买个喜欢嘛，就对，不要听故事。对，其实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呢，不断的培养了自己的挺多的爱好的啊，收藏其实应该算是其中一个。对的，我们就像在尼泊尔也买了一些啊，这种所谓的一些收藏品，藏传的一些老物件吧。对，一部分呢就拿回国之后，跟那个有同样爱好的一些朋友们一起交流，相当于是赚了几万块钱吧。对的，这个东西其实也并不是说要赚多少钱呢，主要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种在各个国家收集来的这些老的物件。对，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靠这个为生赚钱谋生啊，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够转化成价值，能够受到有同样爱好的朋友的认可，其实也是一种挺有满足感的事情。然后咱们刚才不是买了一件吗？重要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
这个器型我们比较喜欢啊。因为我们本身喜欢茶具，也喜欢瓷器嘛，对不限于是老瓷器啊。是的所以说买这里这个碟子啊，是不是碟子？算吧，一个小的那种荷叶展那种感觉的。对，反正就觉得自己喜欢嘛，没那么多故事，不看故事。但是在这个街上面啊，以前我想估计是有这种所谓从海里面捞上来的，对就是现在它也可能有。有一些人肯定是捡到漏的，在这条街上对，面。只是说现在从海里头捞起来的那些东西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民窑的，就是说品相不是特别好的。对啊，对当然绝大多数其实它都是工艺品，现代的一些制品。对，所以说来到这个地方，你想捡漏呢，你得擦亮你自己的眼睛，就是这样。有些东西，当你自己不是100%拿得准的情况下，不要想着捡漏，不要有贪念啊，这样你就不会吃亏上当。